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这期视频格外的不一样，是我们小白测评频道在2021推出的一个全新系列视频。手机灵魂系列，之前呢，我们在视频里边也不止一次的讲过，手机的硬件不管它怎么样，不管它有怎么样的配置，都是一个人的骨架，系统才是这副骨架的灵魂。这个系列我们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探索征程，我们把目前所有主流的，甚至一些非主流的手机系统全部跟大家聊一遍。这期就是我们的开篇，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 Android 来自蓝厂系统。在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觉得 Android 这个系统的名字它拗口吗？是否有碰瓷儿 Android 烂橘子平台的成分？是否是 CS 起源公司推出的一个新系统呢？放心，这些问题在本期都找不到答案啊。它是 vivo 历时1年多打造的全新系统，2020年11月公布，到现在已经过去有3个多月了啊，1个季度了。首发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个视频，经过长时间的体验，本期我们将以不同的角度、轻松一点的方式，带新老客户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系统。每当拿到一部新手机，我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进入设置调参。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但直到我遇见了 Android 这个 OS， 它的设置页面有21个1级菜单，和其他 OS 差不多。但当你每一项点进去之后，2级菜单145个，3级菜单158个，还有不少4、5级菜单，加上开关按钮，仅仅是初步探索就能耗上你小半天的时间。2000 years later， 它是设置最多、最丰富的系统，而且没有之一。甚至像红包提示音这种小点，也可以视情况选择关闭，这个就非常贴心了。但是我觉得这种功能我是不会打开的。支付宝到账1亿元，这么有钱还是小投资吗？而这么多的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对功能的细枝末节进行修改，比如你可以设置控制中心的呼出方式，不喜欢右上角可以设置在右下角，不喜欢右下角可以设置在左下角，不喜欢左下角，那我建议你直接别用手机了。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置构图动画、指纹动画、面容动画、充电动画和气屏动画和亮屏动画。以上几点仅仅是 Android 设置中的冰山一角，它很好的继承了 FunTouchOS 的衣钵，给足了用户选择的权利。而像一键换机、客户服务这种功能，它没有单独给你做成 App， 而是直接在内置的设置里面，用它一定要善于搜索。而关于这个客户服务也确实挺好用，出厂自带的功能可以让用户快速查询附近的网点、查看保修期、联系在线客服解决问题等等等等。对于新手用户和需要售后的人来说极其友好，值得其他厂商学习一下。设置完毕，我们来到桌面，低情商，据说是由前 iOS 的设计师操刀的，两者确实很像。高情商 Android 将传统的1×1网格拓展至4种形式，并对部分图标进行了适配。原子组件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于传统的桌面插件，但实际对信息进行了整合管理，并采用了0级操作的全新交互方式。有些人会觉得组件形式花里胡哨没屌用，但是有些人就玩出了各种乐趣。比如我们可以用一堆 App 围住一个，让它感受一下被夹的感觉，也可以用这些 App 直接建立一个动物园，还可以通过图标加原子组件的方式塑造更多个性化的桌面。很多人都说 Android 就是一个换皮系统，但这里我要为它伸个小冤。原子组件确实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方式，就拿最近新增的贴纸来讲，它可以这么玩这么玩，比如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提醒，你还可以这样玩。这仅仅是一个小组件带来的改变，不过安卓美化桌面的方式有很多种，它并非不可代替，但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在自己的主题商店里开辟一个原子组件的全新栏目，形成差异化的优势。其次，它还可以采取和开发者紧密合作的方式，建立独立的小组件生态，一旦成熟，这个桌面的可玩性就会非常的高。正式推出之后的一段时间的发展，对于这个新系统来说极其重要，能不能形成生态化反，就看这一波了。我不是一个喜欢用语音助手的人，一来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地方自言自语真的很蠢啊，二来现在的人工智能确实不够智能。我估计大家用语音助手很多时候都是用来调戏的，同意的请扣1。我有的语音助手有3种声音可调戏，可选择，分别是我是 Jovi， 我是 Jovi， 我是 Jovi， 做一个钢铁直啊，不用小量，合情合理。我是小 V， 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小仙女。这个语音助手能够完成基本的操作，比如今天穿什么衣服，打开某些应用。不过有的时候它也会欺骗自己，正在充电中。如果你说它不好，它会模仿人的语气并配上表情。我还想跟你愉快的聊天呢。你可以让它跳舞，换成一格的人声，还会唱歌，好不好听？大家走过场步。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哎呦，不错哦。综合体验下来，这个语音助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但我觉得最加分的功能是这个：长按电源键触发语音后说救命，先看看其他家都会怎么做。Flyme 会以为你在和他聊天，MIUI 会展示相关资讯，而 Android 会毫不犹豫直接拨打110。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遇到危险的人，那么任何一种求救方式都代表着一种希望。当然，我希望大家永远也用不上这个功能。系统自带的 app 可以说是每个 OS 最核心的，但是他们在测评之中很少会被提及。其实有些 app 做的非常用心，也很有意思。我们也能从自带 app 的侧重点发现品牌的特性，比如米 UI， 他们有小米商城、米家、小米有品，我们那商城叫小白有品啊，大家注意区分一下。所以小米是一个生态链属性非常强的公司。比如轻 OS， 它就很简洁。Android OS 有一个摄影应用，非常不起眼啊，估计很多人都没打开过它。它集摄期、修图、分享于一身。先来讲讲这个魔法天空即便是阴天，你也可以把它换成银河、极光、流星如果你想看雪山，也可以足不出户，就是魔法换天。大家可以把米 UI 打在公屏上。至于这个艺术画里的盛宴特效，最好不要尝试拍摄建筑风景，不然就会很像世界末日。而柔化特效可以把城市拍得像民风淳朴的歌坛。如果你是一名2次元重度患者这个怎么样？影像管理，你可以看到各种大神拍的摄影专题，比如影子的游戏、影像里的中国年，还有一张照片见证爱情等等。这儿也要让我吃狗粮吗？看着不起眼，但这其实是个非常用心的 app。在这里，你可以观摩大神的作品，感受艺术的熏陶。当然，想成为他们。还有一些细节方面，在华容网格下，图标放到最大，美团会有立体倒影，闲鱼真的会变成鱼，腾讯视频会被更大的三角形包裹，而游戏会以封面的形式展示。如果你分不清图标还可以长按空白处显示名字。在设置技巧的探索界面里，观看视频的时候，右上角会根据时间填成圆形图案，滑动时外圈小圆点会根据数字改变位置，并且小圆点的变化速度会以非线性动画形式展示。有未接电话时，电话图标会转向你；有未读信息时，信息图标会长出眼睛。天气图标自然也会随着天气变化而变化。时钟图标的小圆点会行走，日历会显示当前的节日。心情烦闷可以打开后台看图标之间相互撞击解压。不喜欢只有一列的后台，那就调成2列。用力点图标会下沉效果。不喜欢控制中心的颜色，也可以换成其他。动画可以随时暂停。天气 app 的曲线会根据温度进行颜色变化。设置深色模式可以调暗壁纸，背景色支持无极调节。当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不足。互助小窗的方式不够快捷，有些组件不会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手动安装应用下方仍有广告这个真的烦。Android OS 汲取了安卓、iOS 甚至 Windows Phone 系统的特点，华容网格和原子组件这2项可以说是它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理想状态下，桌面就可以显示美团外卖送到哪儿了，淘宝会直接显示物流信息，这些都不需要你点进去就能知道，主要功能都在0级界面解决。当然，听着很美好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生态掌控力和监控权，需要官方和开发者共同努力。尚不成熟的阶段，用户且得经历一下就是换个皮肤的痛苦。它需要大规模的适配开发来共同发力，构建自己的生态高墙。这是一个极其漫长且需要不断投入的过程。到我们秸秆，Android OS 适配计划之中的机型还没有一台全量推送。手机发展至今，硬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大家都可以从上游的供应链拿到非常强大的硬件，但是操作系统还有非常大的差异化，每个系统都有不同的气质特点。这也是小白测评手机灵魂系列的初衷之一让没有用过该系统的人去了解一下，让正在用该系统的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乔布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做的一切只是把系统装进了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硬件终究会淘汰，软件才能留住人心。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我们手机灵魂系列下一期聊的是蓝场的兄弟绿场。不管你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